神秘角色惊喜登场，鹰眼编剧连刀数次。我是瓜皮儿，鹰眼前情提要：运动服帮和浪人的恩怨为凯特带来了大麻烦。作为当事人的巴顿不得不站出来亲自处理。就在两人打算利用凯特家安保系统详细调查时，一把剑架在了巴顿的脖子上。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? And why is there an Avenger in my dining room? Oh my God, you're Archer. Hawkeye. Clint. 都人赃并获了，凯特也只能坦白自己在和鹰眼合作办案，复仇者级别的那种，所以要征用一下家里的安保系统。巴顿在旁解释，他们并不太熟，奈何自己不善言语，压不住喋喋不休的凯特。这种时候，家长的关注点就不同了。雅克感谢了巴顿作为复仇者所做出的贡献，而艾莉诺只想知道女儿最近到底在干嘛，又担心她满嘴跑火车，便转头咨询起了巴顿。巴顿无奈只能点头表示凯特说的是真的。凯特心里窃喜，就差笑出声来了。该道别的时候，巴顿瞥见了雅克之前用的伸缩刀，他以穿外套为借口带走了佩刀。艾莉诺单独和巴顿聊了聊，不管是什么事儿，都希望他别把凯特牵扯进去，并当面拿黑寡妇来做了个比较，证明身手好不一定能保命。巴顿沉默片刻，点头答应，发誓会让凯特安然无恙。电梯里，他马上让妻子查一下斯隆公司，得知此公司的 CEO 是雅克，他们一直在暗地里给运动服帮洗黑钱。巴顿可以确定凯特这个继父有问题。劳尔还告诉了他一件事儿，藏着一些老特工身份信息的手表也丢了，不论如何也得把他找回来。心里清楚丈夫的处境，劳尔不催也不添乱，只是嘱咐他要照顾好自己，就挂断了电话。巴顿走后不久，艾莉诺联系了一个神秘人来处理此事。凯特痴痴望着天花板，最近发生的事儿如跑马灯一样掠过。母亲知道他打小就崇拜着鹰眼，所以没有再太多的教育。凯特对雅克的怀疑还没有消去，依旧是带着敌意在相处。可他却惊讶地发现，妈妈和雅克在一起，不管做什么，喜悦都是发自内心的。特别是一起跳舞的那无法掩饰的娇羞笑容，能无时不刻逗艾莉诺欢心。仅凭这一点，凯特也决定放下一点偏见。一家人最重要的无非是整整齐齐吗？说到这儿，凯特念起了巴顿，还有3天就过节了。巴顿只能一个人待在莫伊拉家中，像个孤寡老人冰敷伤口。门铃突然响起，听到凯特的祝福，他摇头一笑开了门。凯特大包小包前来拯救巴顿，还带来了一堆老电影，那本该是巴顿陪自己孩子看的，这让巴顿直呼贴心呢。他把雅克的调查结果说了出来，凯特则表示边过节边商议，于是两人一狗温馨的过起了提前节。制定计划什么的先不提啊，在别人家乱写乱画可不太好啊。3个家伙一起吃披萨，一起看电影，期间凯特问起了其他特殊剑。巴顿表示库存不多了，还都不在身边，他想开发一款回旋剑，射出去还能自动回收，堪称新能源剑法呀。巴顿却笑他天真，回旋剑飞回来会打到自己，还得浪费精力去躲自己的攻击。两人装饰着圣诞树，巴顿则是讲了几个自己精彩的操作，例如半空追剑1分为2这种骚操作。没啥见识的凯特肯定不信呢。巴顿拿出了一个形似硬币的铁片，他能靠这玩意儿打晕6米外的敌人。凯特不信，还尝试用激将法逼他表演一下。于是巴顿露了一手，凯特和狗子都蒙圈了，这一招必须学到手啊！两人炸好冰沙，开启了投币教学，纠正了几次手法的问题。凯特顺利达到了小成境界，此子天赋惊人，巴顿十分骄傲。凯特还想知道更多骚操作，巴顿似是念起了什么事儿，表情一下子就耷拉了。当年他被派去击杀一个人，可箭在弦上却动摇了。从对方眼神里，巴顿看出了对自由的渴望。后来的一切证明他没有看错，那个人叫娜塔莎。聊起挚友，巴顿如坐针毡，全身都不自在。他强颜欢笑告诉凯特，干这行总要经历生离死别，是个人都能看出巴顿的难过，更别提凯特了。挚友离开，家人朔灭，这些经历很容易让一个人发生巨大改变。结合这些事情一推理，凯特一下就猜出巴顿便是曾经的浪人。这次巴顿没有否认，他从未觉得自己是个英雄，只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儿。浪人的过去就像是梦魇缠绕，这次留下来也是为了彻底摆脱他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巴顿答谢了今晚凯特所做的一切。打发走这孩子后，他独自 emo。一大清早，巴顿就给凯特派了任务，追踪器显示他剩下的特殊剑被警局放在了仓库里，他需要凯特去真人 RPG 那边找个警察朋友帮忙拿回来。
表达了自己和鹰眼的关系后，这群人展现出了绝对的热情。他所说的警察朋友温蒂就在其中。女人表示会帮忙拿回特殊剑，但是需要凯特为社团做点贡献。巴顿这边找上了卡奇，希望借对方之口让玛雅放弃对浪人的执念，坚持下去可能会导致玛雅送命。巴顿早就知道卡奇的背景，这人一直在为运动服帮打工，扶持过2代老大，由他开口劝说玛雅最为合适。巴顿也清楚，他们口中的那个叔叔喜欢低调，事要是闹大了不好收场啊。巴顿说完开门就走，留下卡奇自己看着办。回到莫伊拉家，刚好就撞见了凯特和一众伙伴。凯特的贡献就是担当人体模特，顺便提供新材料为团员做衣服。他们之中有个手工达人，做起制服来有一手啊。凯特没有任何压力的答应了下来，无非就是出点钱的事儿，但要求他们为自己和巴顿做一套战衣。就在这时，劳拉发来短信，告知了巴顿手表的所在地，恰好温蒂也把特殊剑带了回来，千叮咛万嘱咐巴顿要保护好这个包，那是妻子送给自己的，这语气稍有火箭托付米兰号的操心程度。两人抵达了目标点，监视了许久，确定屋里没人。同时，巴顿又给凯特上了一课，出任务时脱身要比进场更重要，突发情况是常事，一定要选择最有利于逃走的位置，这很有讲究。另外 Kate， 他还没说完呢，凯特就大摇大摆的过了马路，借口给老头拿东西上了电梯，还口无遮拦表示我在跟复仇者执行任务。这事儿我就告诉你了，连屏幕前的观众都不知道。老头心想，这姑娘别不是个神经病吧？巴顿心想，这姑娘是个神经病吧？总之，凯特还算顺利地溜进了房间，角落里2个频闪灯吓了他一激灵啊！但对这玩意儿的作用还是不明所以。凯特从屋里找到了手表，得知这东西的关键性后，更是连忙收了起来。此时他发现屋主似乎一直在调查巴顿的家庭，两人突然顿开，这一定是玛雅的住处。可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们就被双双袭击，各自表示遇到了玛雅。当然了，巴顿这边的玛雅并非比玛雅，与他战斗的神秘人来历未知。巴顿抓准机会架好钩索，助凯特逃出升天。卡在半路的小插曲转瞬即逝，神秘人一个翻身拿下了凯特。场面焦灼之际，玛雅也加入了战斗。一时间1打1打2，各自为战。神秘人突如其来的寡妇遮让巴顿醒悟，对方身手矫健，制服玛雅后又迅速勾住凯特，将其推下楼顶。这一幕让巴顿忆起了娜塔莎。只是这次他不会再让任何人死在自己面前。巴顿割断绳子让凯特快倒，自己回身继续对抗敌人。2个人的目标都是巴顿，难免落了下风啊。关键时刻凯特归来，一剑震退所有人。玛雅第一个起身攻向了凯特，后者一剑击穿其肩膀，第2剑却只是用来威慑。玛雅逃走后，神秘人也重新杀向了巴顿。交战中，巴顿扯下对方的面具，随即自己也被寡妇遮电到无法动弹。此人正是来复仇的叶莲娜。他冲凯特摇摇头，之后一跃而下，消失在了黑夜里。事情已经不仅仅是运动服帮了，黑寡妇更为棘手啊！巴顿当即将凯特逐出师门，后面的威胁他要独自承担。 This has gotten very real, very quickly. So I'm doing this alone. Look, I know that tonight didn't go as planned, but I chose to be here. I understand the risk. I understand. I'm not gonna do it. You hear me? Go home, Kate. It's over. 寡妹的回归相当亮眼。作为娜塔莎的妹妹，自然知道姐姐和巴顿的关系。她为何还来刺杀巴顿？个人认为并非关乎于复仇。人们都知道娜塔莎是因为一半生灵而死，叶莲娜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。或许她只是想为姐姐的死找一个自私点的理由。这世上有很多家属却怪罪医生的案例，牵扯到亲人，不论是谁都会降低理智。凭叶莲娜跟凯特的眼神交流，看来2代会有一系列别样的 CP 感呢。有人猜测是艾莉诺的电话叫来了叶莲娜，对此各位怎么看呢？本集的各种小表情还是比较温馨的，距离结局只剩2集，期待后续的反转吧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